全球媒体中的大学教育，大学简报。汤姆·汉克斯被任命为哈佛大学2023年毕业典礼演讲者。美联社，2届奥斯卡金像奖得主汤姆·汉克斯被选中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言。现年66岁的汉克斯曾6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并凭借《费城》和《阿甘正传》获得最佳男主角。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 （Lawrence Bacow） 赞扬了这位演员对文化的贡献，称他扩大了观众对以前未经审查的故事和历史的理解。汉克斯还积极参与慈善活动，致力于提高对退伍军人护理人员所面临问题的认识，并宣导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开学典礼定于5月25日举行。加州反偏见法因伤害少数族裔学生而受到批评。金融时报，根据旨在打击歧视的州法律，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少数群体的低收入学生有可能失去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的机会。旅行禁令法案目前影响23个州，于2017年推出，旨在停止基于性别或性行为歧视的公务旅行。尽管该禁令旨在进行渐进式，但由于国家资金限制在其他州的校园访问，该禁令影响了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学生参观西班牙裔服务大学和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 HBCUs 的可能性。旅行禁令破坏了最近改善低收入黑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努力，包括2015年的一项开创性服务，为加州社区学院的高学历学生提供自动录取，进入该国39个 HBCU。提出该法案的加州立法 LGBT 核心小组主席埃文·洛 （Evan Low） 表示，没有计划改变规则。他说，这不是为了阻止大学访问。该立法展示了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化战争，并引发了对社会流动障碍的新担忧。这项禁令可能会使最近在增加贫困学生机会方面取得的成功倒退。加州的116所初级或社区学院提供低成本的2年制培训，可以转为本科学位，将受到影响。U of A 学生庆祝成功发射野火监测卫星。加拿大 CBC， 阿尔伯塔大学的 X-Alta 2纳米卫星将捕获活跃的野火图像，在3月14日向国际空间站成功执行补给任务时被送入太空。阿尔比卫星专案由不同学位的学生与西北地区的极光研究所和育空大学合作，在6年内开发。之前的卫星 X-Alta 亦于2017年发射，用于研究空间天气，测量电离层的电子密度、磁信号和发射。AlbertaSat 计划与加拿大航太局合作开发另一颗卫星，以监测加拿大北部的温度和冰。该团队是加拿大航太局加拿大立方体卫星专案的一部分，该专案旨在为学生提供体验真实太空任务的机会。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本学年停止男女同校步枪计划。美联社，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将在本学年结束时停止其男女同校步枪计划。学校周二宣布了这一决定，理由是无法为学生运动员提供顶级的一级体验是其首要任务。学校是 NCAA 仅有的22个步枪专案之一，并参加了大美国步枪会议。受影响的学生将在整个本科期间获得奖学金，并将继续获得学术支援、运动医学和运动心理学服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停止了其男女同校步枪专案。根据对学校自1958年以来提供的课程的审查，学校将其无法为学生运动员提供顶级的一级体验作为其首要任务。该学校是 NCAA 仅有的22个步枪专案之一，并参加大美国步枪会议。除了提供持续获得学术支援、运动医学和运动心理学服务外，还将通过匹配他们目前的水准来表彰整个本科期间名册上受影响学生的奖学金。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已经停止了自1958年以来一直提供的男女同校步枪课程。体育总监 Bo Corrigan 表示，学校将为目前名册上受影响学生的奖学金相匹配，并继续提供学术支持、运动医学和运动心理学服务。学校承诺，如果受影响的学生决定将该计划转移到俱乐部运动，他将提供行政支援。
学校是 NCAA 仅有的22个步枪专案之一，并参加了大美国步枪会议。最高法院对教育案件中聋哑学生的裁决。美联社。美国最高法院一致裁定一名聋哑学生胜诉其公立学校系统提供教育不足。在米格尔·卢纳·佩雷斯 Miguel Luna Perez 抱怨他的学校忽视了他并向父母撒谎之后，学校系统同意为佩雷斯及其家人支付额外的学校教育和手语教学费用。然后，这家人前往联邦法院，根据美国残疾人法寻求金钱赔偿，而佩雷斯所追求的残疾人教育法无法获得金钱赔偿。下级法院表示，由于残疾人教育法中的语言，佩雷斯被禁止追求他的美国残疾人法索赔。然而，最高法院不同意。大法官尼尔·戈萨奇 Neil Gorsuch 表示，此案不仅对佩雷斯先生，而且对许多残疾儿童及其父母都有影响。被6岁儿童枪杀的康复老师，这改变了我。美联社。弗吉尼亚州的一名教师在1月份被他6岁的学生枪杀并受重伤。自事件发生以来，他接受了令人痛苦的第一次采访。1年级教师艾比兹维纳 Abby Swerner 描述了枪击事件发生在纽波特纽斯的里奇内克小学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脸上的表情，当他直接用枪指着我时。他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生活。兹维纳在胸部和左手中弹后受了重伤。经过多次手术，他的康复在身体和情感上都具有挑战性。他正计划起诉他的地区。正如我们上周指出的那样，检察官不会对实施袭击的小男孩提出刑事指控，因为他不了解诉讼的性质。然而，检察官仍然可以对成年人提出指控，因为枪支是由男孩的母亲合法拥有的。这次袭击引发了对美国枪支管制的怀疑，许多人对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能够做出这样的行为感到震惊。男孩开了他母亲的枪，这把枪存放在架子上。他是合法购买的。关于枪支的全国性辩论仍然是一个分裂的问题，枪支销售逐年上升。正如我们上个月报道的那样，联邦调查局在2020年进行了超过2100万次背景调查，高于2019年的1320万次。联邦调查局警告说，围绕幽灵枪套件的监管不足，这使得买家可以轻松地从碎片中组装枪支。关于枪支监管的争论很可能会继续激烈。谢谢收看大学简报。